Hello，你好，大家好。这支影片呢，我是想要记录一下2020年我在美国发生的日子，因为今天刚好是美国的最后一天哦。如果你在台湾，新年快乐！今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，然后有些事情我刚好也身临其境，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你的经验给我，在底下留言哦。1月的时候呢，其实美国一切都还正常。那时候我是住在 Cincinnati 还有 Kentucky 的地方表演还有教书。然后我知道 COVID-19 呢，其实是因为家人在台湾，然后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台湾的新闻。那时候呢 COVID-19 还叫做武汉肺炎。如果你看到我眼睛一直往下看，没错，我就是在读我的稿子，因为今年发生太多事情了。2月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工作伙伴在表演休息的当中呢，他就说跟大家说有一个 super virus from China， 他所说的就是 coronavirus。然后他说，因为呢现在要中国新年了，请大家要小心，不然呢你有可能会得到这个病毒。另外一个表演的伙伴呢，他就站起来，他真的站起来就说，哦，根本不用紧张，因为才3个案例在美国，而且 CDC 又还没确认真的是 coronavirus 或者是不是。那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。为什么2月这一些故事会印象深刻呢？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演出在3月底的时候，在 Arizona， 我那时候非常想要去这个表演。在订机票前呢，我还联络了一个在加州的医生，问他说我应该不应该担心这 coronavirus。他还跟我说你应该担心流感，而不是担心 coronavirus。所以我就打算要订机票。但是呢，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新闻搜寻一下，所以我就看到那个中所谓 coronavirus 的这个人呢，离我表演的地方只有2个小时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推迟了这个邀约，我非常的愧疚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真的是好险没有去。到了3月的时候呢，有一个 Spring Break， 我就打算用这个春假呢去加州，因为我非常想要吃到台湾口味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订了机票飞到了加州。那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台湾的新闻，我还是会有点紧张，所以我就戴口罩啊，戴手套啊，坐飞机。那在飞机上呢，其实也只有3个人戴口罩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另外2个。其实，在 Cincinnati 的机场呢，我只看到另外也是2个人戴口罩。然后到了加州机场呢，可能比较多，可能另外4个人戴口罩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戴手套的人，感觉就是跟一般的情况一样，很拥挤。之后没人戴口罩，没人戴手套，没有人在消毒。我住在加州的朋友他来接我，他也都没有带这些装备什么的，所以我好像异类一样。那时候我刚下飞机的时候，连去餐厅也是一样。因为我就觉得要外带。3月的时候之后呢，里面的人也都没有戴手套或口罩。殊不知，我到加州礼拜4之后，礼拜5的下午的时候呢，加州政府就封城。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事情，因为美国大家是一个很尊重个人自由的地方，通常不会干涉你的。如果你没有办法，通常不会干涉你的自由，所以我有点紧张，也很担心我飞回不去我原本 Cincinnati Kentucky 的地方，表演取消之后课变成现场，所以我可以在加州线上上课。可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来了，就是我没有大提琴。我在礼拜5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立刻打电话去琴行，就到处借琴，然后到处问说可不可以卖我最便宜的琴，至少让我可以教书。然后很多店都关了，他们就说因为这个封城的下令，他们不打算开店。我也到最后也是透过关系才买到了一把琴。结果呢，我加州本来是5天的吃喝行程，就变成5天都要必须待在家里，而且还延展到了其实变成3个月。那4月呢就开始在适应这个环境，加州的环境。然后5月的时候呢，5月底的时候呢，发生了一件很难过的议题。这一个事情呢，其实我也有跟一个社会学家的博士录制了一个影片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，是有关于 social justice 的议题，还有 Black Lives Matter 的议题。所以我还有录制一个影片在这边。那阵子其实还蛮紧张的，因为你就会听到然后我也因为这些事情呢，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，他是爵士的博士，叫 Teresa， 录了一个歌叫做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 Have Seen，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哦。6月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已经在加州待了3个月，我全部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在Cincinnati。6月的时候呢，我就鼓起了勇气，打算要回去我原本的住宿的地方。那记得我的 vlog 1跟2吗？那就是因为记录我从加州到 Kentucky， 即使到了6月已经有 coronavirus， 大家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戴口罩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vlog 哦。
其实美国没有规定你一定要隔离，他在飞机上有说 "We suggest you to quarantine for 14 days"， 他们也没有强制隔离。那时候我自己是有隔离，不过那时候隔离当中也不是非常认真隔离，因为他们不介意，就是我的室友他不介意，所以他还有他的亲戚啊，还有他的朋友啊，就是来家里做客，根本不怕我。其实那时候我也有朋友，就是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有父亲节。Anyway， 所以呢，就是6月、7月的时候呢，我刚好有另外的私人的关系，还有工作的关系，我打算要搬家。所以7月的时候呢，我搬家。那因为我在不同州，所以我也体验到了不同州的风情，就是关于隔离这件事定义。非常有趣。然后在8月的时候呢，我就在加州的洛杉矶展开了我的新生活。其实我那时候是8月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新鲜哦，在家里都不用出门，其实也蛮好的。尤其加州的交通很忙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还蛮好的。之后我有新的学习也开始了，所以就一直忙自己的事情，一直到了9月、10月的时候，开始感到有点累，即使没有出门，但是那种心里的累，或者是眼睛累，因为你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靠网路，比如说上课啦、开会啦，就是工作啦，或者是聊天啊，甚至是 party， 你也是在网络上。我只有跟brother-in-law 在后院呢吃了一个晚餐，因为是因为生日10月的关系。那不久之后呢，10月底吧，加州有野火。虽然我不用撤离，但是空气变得很糟，我也很替就是需要撤离的朋友担心，因为他们可能家当就会这样因此而烧毁，所以其实那时候也还蛮紧张的。因为我搬家之后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影片啊，也还蛮沮丧的。而且我都已经录了，只是因为就是没有心情去剪它。然后一直就到了11月总统大选期间呢，因为5月的时候有发生一些抢案，所以到11月大家会觉得说总统大选可能会引起一些暴动，会再引起一些暴动，所以其实你就会在一些商店的地方就看到他们把玻璃都隔起来，所以自然而然就其实也还蛮紧张的。幸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每一个人，就是没有再让暴动这件事情发生。总统大选完了就是感恩节，我真的觉得很感谢有这个感恩节，因为就终于可以充电，然后我也有时间剪了我的一支影片，我也在 quarantine 这段时间没有拍影片的时候，也写了一些 blogger。12月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地方，比如说呢，我觉得我现在非常幸运可以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，然后我还可以拍这个影片。住在 house 的好处就是我有后院，就是有时候可以去种树啊，或者是去晒太阳啊。然后我也很感谢我不用担心就是没有食物，很感谢我还不用为这些事情所担忧。我也很感谢朋友家人的支持，让我在精神上呢还不至于匮乏。这段期间呢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也觉得我的信仰呢更加的坚定。然后非常感谢上帝保守我身边的好朋友，没有人得到 COVID。这段期间呢，我也运动的次数也变多了，几乎是每天。之前呢，我可能是运动1到2天，然后可能1个小时这样。不过现在呢，我运动次数变多了。我是没有变瘦，但是至少没有变胖。这段期间呢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，比如说一些美国社会上的议题啦，我曾经都没有注意到的，我也学习到了。还有学习的一些电脑软体，可以自己处理一些影片啊、影像的事情。还有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段期间，因为待在家里可以好好的认识自己，还有可以知道自己生活上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然后最后，我也很想知道，你们在台湾，有没有因为疫情呢得到一些收获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或者呢，你跟我一样在美国对抗这个疫情，你都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当做娱乐呢？我也很想知道。或者呢，可以跟我分享或讨论，在2020发生哪些事情是你觉得非常感恩的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最后别忘记订阅、按赞和分享我的频道哦。下次见。